第一个，针对国际裁判管辖，我们先跟各位介绍它的种类。我们的教科书或者说有多数的这种案例都提到，有所谓的一般管辖跟特别管辖。这个一般管辖后面呢会是一堆法文。那这里所谓的一般管辖是指国际管辖，也就是决定哪一个国家的法院具有管辖权。特别管辖呢，则是国内的管辖。在我们的课程，我们不采取这种分类跟这种概念。为什么呢？蔡老师在这边告诉你，这一种一般管辖权跟特别管辖权，只是法国某一个学者他个人的意见而已。他这个并不是法国的通说，不是学说跟实务的通说，也不是欧盟布鲁塞尔公约或布鲁塞尔规则所采取的分类方法。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边不采这个概念，不采这个概念。那国际裁判管辖，我们的种类跟各位介绍的是，它就是有两种，一个叫直接的管辖权，另外一个叫间接的管辖权。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简称直接的管辖或间接的管辖。那什么叫直接的管辖？就是我们刚刚提过了，原告向法院起诉，法院一看这个是涉外民事事件，那我这个国家是否有国际裁判管辖权，应不应该受理的问题。所以如果原告是到我国的法院提告，我国法院要判断的是他有没有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如果是到日本法院去提告的话，去起诉的话，日本的法院要判断他有没有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什么叫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呢？这个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1项第1款。对了，你应该要拿起你的六法全书，或者是你的行动装置里面，如果有六法全书的 App 的话，那你要赶快翻到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依中华民国之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这个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在学理上就称为间接的国际裁判管辖，简称间接的国际管辖。这个402条第1项第1款，依中华民国法律，该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这个管辖权3个字，在学说通说没有争议。这里所谓的管辖权，所指的是国际裁判管辖，而不是土地管辖。所以，就是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来判断外国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它是不是有管辖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外国法院的判决。刚刚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原告起诉的法院是外国的法院，然后呢，外国的法院下实体判决，判决原告赢了，这个判决确定，可是原告却不能够在这个该外国直接强制执行。为什么呢？因为被告在该外国境内没有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原告必须要把外国的确定民事判决拿到我国来申请承认与执行。如果说是在他的是给付的请求的话，比如说一般的这种损害赔偿，或者是返还所有物，或者是交付子女等等，这一种他要先向我国的法院依照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1提起一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我们的法院在处理这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的时候，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1
告诉我们的法院，必须要先判断要不要去承认这个外国法院所下的民事判决。对，这个时候麻烦你翻开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的条文来看，那你就可以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的法院在判断要不要承认外国法院的民事判决，这个判断基准就是民事诉讼法402条。原则上呢是承认，例外是不承认。例外是指，如果这个外国法院的民事确定判决有402条第1项那4款里面的任何一款的情事的话，那就不承认。不承认的话，那当然就是驳回许可宣告执行之诉。可是如果没有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1项的那4款的任何一款的情形的话，那就必须要去承认这个外国法院的判决。要去承认这个外国法院的判决的时候，就许可宣告执行之诉就是要准强制执行。所以这个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1款，就是在判断那这个下实体判决的外国法院，它有没有国际管辖权。但是判断的基准是什么呢？402条第1项第1款，它的第一句话是说依中华民国的法律，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依照我国的法律来判断这个外国的法院有没有管辖权。我们再举一个实际的实务案例来讲，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叫盛香珍果冻的事件。盛香珍是我们台中的公司，他做果冻外销到美国，一样在加州有各种水果口味的果冻，很好吃，我自己本身也吃过。结果呢，美国的小女孩吃了这个果冻，结果这个果冻呢太滑了，就滑进了咽喉，卡在咽喉，导致这个小女孩呢就缺氧，变成植物人。她的父母就在加州法院对盛香珍提起一个损害赔偿的诉讼，美国法院就判决盛香珍败诉，除了填补这个小女孩的伤害以外，还判了5000万美金的损害，这个 punitive damage 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可是盛香珍她在美国加州，如果只有一桶又一桶的果冻，她没有其他的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美国籍的原告必须要把这个判决拿到我国来，那应该是向台中地方法院，因为盛香珍的总公司应该是在台中才对。好，那这个时候美国籍的原告就是要拿着加州确定的民事判决，向台中地方法院提起一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这时候台中地方法院依照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一，他要判断他要不要承认这个美国法院的确定判决。判断的基准是什么？民事诉讼法402条。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有402条第1项第1款到第4款的任何一款事由的话，结论就是不承认，就要驳回这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可是如果没有402条第1项第1款到第4款任何一款的事由的话，那就只好承认美国的这个确定民事判决，就要准强制执行。那这个402条第1项第1款用在我们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这个美国加州法院无国际裁判管辖权。那所以再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依中华民国法律，那我国什么样的法律来这个判断
外国这个在申央珍的果冻案的这个案例，加州的法院有没有国际管辖权？我国的法律哪个法律有这样子规定？这个是解释上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先点到这边。再来，我们刚刚跟各位说，蔡老师呢在这边不采这个法国某一位学者他个人的一般管辖权跟特别管辖权。其实我们在大陆法系的这个诉讼体制里面，就有一般管辖权跟特别管辖权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管辖权所对应的就是普通审判级，特别管辖权所对应的就是特别审判级。这个不是蔡老师个人的见解，这个是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它针对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所做出来的官方解释报告书里面所分析的，也就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传统上普通审判级的概念跟一般管辖权是相对应的，特别审判级的概念跟特别管辖权是相对应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各位翻开民事诉讼法第1条的规定。请问各位，普通审判级是规定哪几条？赶快翻开6法全书来看一下，给你3秒钟的时间。你翻开来以后，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上面普通审判级就是第1条跟第2条。那蔡老师在这边再问你一个问题：第1条是规范谁？第2条是规范什么样的对象？赶快看一下，可以发现第1条是针对自然人，第2条是针对法人。所以普通审判级就只有这2条而已。自然人跟法人加起来就是我们民法上面所谓的人，也就是权利主体。权利主体就只有人，人又分2种，一种是自然人，一种叫法人。所以第1条、第2条规范自然人跟法人的普通审判级就这2条而已。到这边非常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说，普通审判级它的区分基准就是人和法院之间的关联性 ，Defendant-Court Nexus， 对不对呢？自然人和法人，所以就是人和法庭地之间的关联性。那人和法庭地，或说和法院之间的关联性，用什么去做连结因素呢？第1条第1项，诉讼得由被告之住所地法院管辖。第2条，则是以法人的主事务所、主营业所。法人的主事务所、主营业所就是法人的住所，所以人和法庭地之间的关联性，就是用住所来作为连结因素。这个是普通审判级的基本构造。那为什么说普通审判级和一般管辖权是相对应的概念？我们看一下第1条第1项前段的规定：诉讼得由被告的住所地法院管辖。这个诉讼当然是指民事诉讼，但是它并没有限定法律关系，所以解释上只要不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被告的任何法律关系的民事诉讼，普通审判级所在地的法院对这个被告都有管辖权。这一种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管辖权叫做一般管辖权。所以法院对被告有一个一般性的管辖权限，
不问诉讼类型如何，也不问诉讼的请求原因为何。这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普通审判级的一个固有的概念，所以它对应的它的管辖权的范围，它实体审理的范围就是一般管辖权，有一般性的管辖权。所以，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再去拿这个法国的这一种跟我们的固有的民事法、实体法跟诉讼法的体制所没有的东西剪贴过来在我们的法制上面呢？这很容易造成概念上面的混淆。所以，管辖权就是国际管辖权，国内的管辖权呢就叫土地管辖。那我们的管辖权呢，就是普通审判级它所对应的，它就是有一般普通审判级的法院对被告有一般性的管辖权。那特别管辖权呢？特别管辖权从第3条以下，大家很快的扫描一下标题，你就可以知道说，特别管辖权跟这个特别审判级跟普通审判级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特别审判级它的区分基准就不再是人和法院之间的关联性，而是事件类型，或说事件的法律关系的类型和法院之间的关联性。这是一种 claim court nexus。claim 就是诉讼上的请求，所以用诉讼上面请求的所依据的法律关系的类型来区分特别审判级。比如说财产所在地，比如说这个事务所的所在地，比如说契约的这个审判级，比如说不动产，比如说侵权行为。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些特别审判级呢，是用事件的法律关系或类型来决定它和法庭地之间的关联性。所以，那它为什么在概念上对应特别管辖权呢？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原则上，如果法院可以审理这个案子，它的管辖权的基础是以特别审判级为管辖原因的话，那法院它实体审理的范围呢，原则上必须要以这个管辖权的法律关系的类型为限。比如说，如果是基于第15条第1项的侵权行为的管辖的话，原则上法院审理原被告之间的这个范围仅限于两造之间的侵权行为。他如果还有侵权行为以外的法律关系的话，原则上法院是不能够去审理的。这个是大陆法系国家固有的管辖理论。当然，在实务上会有复数管辖权的竞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跟各位所说明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法上面对于管辖权它固有的区分基准跟这个构造。所以普通审判级是以人和法庭地之间的关联性来做区分基准。原则上，普通审判级所在地的法院对于被告有一般性的管辖权，那特别审判级所在地的法院，它的实体审理的范围仅限于该特定的法律关系为它的这个审理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对应的是特别这个管辖权。好，就这个部分呢，我想各位只要翻开六法全书，可以看一下它条文的构造，应该就可以了解。那国际裁判管辖权呢，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上面，法院的诉讼行为属于意思表示者，不问其内容如何，概称为裁判。这个是我们的民事诉讼法第4章
诉讼程序第6节裁判所明文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裁判除依本法应用判决者外，以裁定行之。可以知道，裁判呢是裁定跟判决的总称，是我们法律的明文用语。所以呢，我们将这种涉外民事事件的管辖权的问题称为国际裁判管辖权。这个是将国际法上国家立法执行与司法管辖权这个明确